朋友們又帶大家看新车了，这一次是被号称杭州湾七系的吉利银河星耀7。那这台车呢，也是吉利银河旗下首款4驱的中级豪华轿车。咱们一起来看看这台车有什么值得买的点。这台车的车长呢4958毫米，轴距做到了2852毫米，所以说啊，尺寸摆在这儿，整体的体量感也不会差。你看起来它有一些自带宽体的感觉，而整个车身侧面它的线条也是非常流畅的。那在这个前脸的设计上啊，也是尽显了这种豪华和大气感。它采用了这个吉利家族式的一个银河星瀑式的一个格栅，它做了这種樹狀的飾條，而且呢，它在這個格柵的邊框上面做了一圈發光的燈帶，所以說它在這個傳統豪華的基礎上又多了一些新的豪華科技感。兩個非常犀利的一個大燈，看起來啊炯炯有神的，有一些霸氣的感覺。前臉的部分呢，它做了一些向前突出的感覺，讓整個車的這個寬體感和霸氣感變得更加的強了。而且呢，它前臉的上面做了一些銀色的鍍鉻的飾板的設計，也讓這台車啊豪華感加劇。機蓋做的非常的寬，非常的長，有一些下俯式的一個設計，而且上面呢，它做了2條金線的設計，讓它的這個層次感也盡顯了。像如此大面積的這個車頭啊，它就讓整個的車的氣場一下就起來了，看起來就特別顯貴。輪毂呢，採用了一個19寸的一個多輻條的輪毂，這種多輻條啊，看起來就更加的貴氣一些。如果能夠去選裝一個更大尺寸的輪毂的話，我覺得這台車的氣場會更加的足。車尾部這個溜背的造型，然後加上整個窗框也做了一件大傾角的設計，所以說啊，其實這台車它從側面的流線上看起來啊，還是非常優雅的。尾部呢，它沒有過多的元素，但是層次感非常的多。但是最顯眼的就是這個貫穿的 LED 燈帶了，下面這個尾燈的部分它都做成了紅色。你仔細去看啊，它有很多這種類似於小三角的一個造型，然後在裡面，但是你遠遠的看去啊，就特別像那種碎鑽感。而且呢，它尾部也給大家搭配了這個智駕小藍燈，所以說這台車它也是可以實現高階輔助駕駛功能的。打開這個電動尾門之後，來看一下後備箱的空間。這個後備箱空間啊，因為它是轎車的關係，所以說啊，它的這個高度就做成這樣子，但是它的鏡身是非常的長的，所以說啊，這一台車它對於家用的一些實用的需求來說啊，其實正常啊都是夠了。但是放在這個級別來看啊，這個空間我覺得它的表現也算是可以的。今天我們拍的這台車啊，它是一個琉璃藍色，說真的，這個顏色啊，它是那種很深邃的藍，看起來很高級。然後你仔細去看它這個車漆啊，它是在這個藍色的基礎上多增加了一層類似於清漆的感覺，就特別像做了一層封層的感覺，所以看起來啊就又深邃但是又亮，像這種有亮感的這種車漆就看起來高級。後排的空間呢，對於我們正常體格的乘客來說啊，我覺得還是比較富裕的。那如果說後排你偶爾要坐3個人的話，其實中間這個人的腿部空間啊也是有富裕的。後排呢，對於一些舒適性的一些配置，就比如說像是座椅的通風加熱按摩功能，全部都可以通過後排扶手上面這個小屏幕來去進行調節。然後呢，前面的這個杯架，然後包括儲物口，然後以及充電口和分區的空調，全部都設置上了。副駕這個座椅上呢，也設計了一個小桌板，可以供咱們去進行使用。然後整體的體驗感上面啊，我覺得還是一個偏豪華的感覺，因為呢，它這個門板上面是做了很多這種木質飾板裝飾的，加上它這種軟質皮質包裹拼色的一個設計，加上比如說音響、門把手都做成了這種銀色的這種鍍鉻感，所以說啊，它整個車給我們的這個豪華感還是有的。天窗呢，做了一個可開啟式的一個分段式天窗，其實這樣的天窗設計呢，有助於啊我們去換氣。當然，它也做了一個這種物理的一個遮陽簾，如果太曬的話，我們直接把它關住就好了。對於這個隱私性方面啊，這後排也是做了隱私玻璃的。來到前排，來感受一下這一台車的前排座艙。智能化方面啊，它的這個3塊屏幕配的都是比較齊全的，而且這塊中控屏幕的尺寸真的是比較大的。其實都說啊，這台車是杭州灣7系，但是對比真的寶馬7系來說，那其實它的智能化的方面給的還是比較足的。那這個車機裡面採用的是 Flyme Auto 2的現在這套系統，那這套系統呢，我也跟大家說過很多次了，它可互聯的手機是比較多的，而且正常我們使用的這些功能啊，然後包括它的整體的反應速度啊，都是比較夠用的。對於這個中控台的設計啊，手機的無線充電位、放置位，然後這裡有一個空調出風口，旁邊呢設置了一些我們常用的這種空調按鍵，然後呢這裡杯架也都有，而且它整個去做了一個木板的一個設計。其實我覺得啊，它跟真正的7系比起來啊，這個豪華感真的不減7系。而且你會發現，對比其他吉利的車啊，它多了一個這個可愛的小東西，它是伊娃機器人兒。就如果說咱有什麼需求的話，咱們就可以叫它就好了。嗨，伊娃。
我在呢。叫完它之後，它会把这个头啊非常可爱的转向你，就跟你去对话的这种感觉。而且如果你有一些对于车控制方面的需求，你可以去叫它。这台车呢也是搭载这个星瑞的 AI 大模型的。如果说你有一些问题的话，你也可以叫它去帮你回答。而且它真的特别可爱，它会去做出一些表情，而且还有很多小配饰，比如说这个伊娃的小头套，你可以给它戴上，在豪华感的同时呢，又增加了一丝俏皮感。而且这台车呢，它也搭載了這個千里浩瀚 H3的輔助駕駛方案，包括城市 NOA 啊、高速啊，包括泊車功能，全部都可以支持。在動力方面，這台車它是吉利銀河下面的首款4驅的中級豪華轎車，所以說啊，在同級別當中啊，4驅的車真的非常的少，所以這台車的優勢一下就凸顯出來了。它的0百加速啊，可以做到5.4秒，最大功率呢是312千瓦，最大扭矩呢是526牛米。那這台車呢，它也搭載了神盾金磚電池，它的純電續航呢可以做到200公里加，然後整體的綜合續航啊，可以有超過了1800公里了。所以說，其實這一台車啊，在續航里程方面啊，是不用太焦慮的。而且啊，它做的也比較省油，它的百公里油耗啊，可以做到2.98升每百公里。對於一台4驅的中級豪華轎車來講啊，這個油耗進到了2點多，其實已經是很厲害的了。今天啊，首次見到這一台吉利銀河星耀7之後啊，我覺得整體靜態體驗下來，比如說跟這個寶馬的7系呀，或者是奔馳的一些傳統的豪華的中級轎車來說啊，我覺得它的這個豪華感啊，肯定是不減他們的。而且作為一台這種混動帶電池的車來說啊，它又比這種傳統的這種中級轎車啊的油耗更加的低，動力啊更加的強了一些。最重要的是什麼？是它的價格。它的價格方面啊，15萬幾，這個價格配上這樣的一個體驗，真的就算是平價買豪華轎車了。